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！就在最近 ，AI 领域有不少大事件，一定会让你很惊讶。帮大家省点时间，我都已经整理好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先给我点点关注，马上带你上车。最近几天 ，Google 有不少大动作 ，Gemini 模型升级了，他们推出了3款全新的实验性语言模型 ，Gemini 1.5的小型版 Flash 8B， 更强大的 Gemini 1.5 Pro， 还有大幅升级的 Gemini 1.5 Flash 版本。你可以在 Google AI Studio 网站里亲自试用这些模型。登录这个网站以后，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按钮，你就能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切换。这些模型是主要用来收集用户反馈的，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或者 bug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目前还不是像 ChatGPT 那样的大规模应用，主要是给开发者和测试人员准备的。另外 ，Google 还在 Gemini 的定制功能 Custom Gems 中进行了大的升级，利用 Imagery 进一步改进了图像生成技术。这里涉及到2个升级，一个是 Custom Gems， 一个是 Imagery。Custom Gems 跟 ChatGPT 的自定功能类似，你可以设置独立的系统提示，让他们在每次跟你说话的时候都用你喜欢的方式来回应。他们提供了一些示例，比如学习教练帮助你分解复杂的主题，让它更加容易理解。Brainstormer 能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，还有职业顾问、写作编辑、编程伙伴，所有这些都是实现 AI 更好的为我们服务。他们最近推出 Gemini 系列的新功能，包括高级版 Gemini Business 和 Gemini Enterprise， 已经在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上线了。当然，这些 Custom Gems 定制功能目前只能付费用户才能使用。而 Imagery 是一个图像模型，它能够理解我们自然书写的提示，生成更高质量的逼真图像，能够让你更加轻松地实现创意。如果你有在使用 Gemini， 你应该已经看到它在图像处理上的进步。他们展示了一些示例。这是一幅动画，阳光下的草地上，一只小龙从蛋里面孵化出来，周围环绕着好奇的发光蝴蝶，色彩非常鲜艳，它的鳞片很细致。这是陈列室里面用纸巾制作成的舞会礼服的图像，还有逼真的风景图和抽象图，画布上写着 Big Dream 远大梦想。这是 Imagen 2和 Imagen 3生成的图像对比。可以看到 Imagery 生成了水滴的复杂细节，反射的早上的阳光，还有花瓣非常细腻的脉络。之前有段时间 Gemini 在生成一些带有人脸的图像时会闹出一些笑话，比如生成黑人纳粹这种奇怪的组合，就连美国国父华盛顿都变人种了，因为他试图在所有生成的图像里面体现种族的多样性，但显然他走偏了。不过他们声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顺便说一下 ，Google Meet 升级了新功能。Google Meet 是一个不错的线上会议工具，尤其是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，主要因为它和 Google 日历完美集成。现在可以利用 AI 摘要功能自动生成会议笔记。参加 Google Meet 通话的时候，只需要点击一下，右上角就会出现一个按钮，开启 Gemini AI， 它会开始记录会议内容，并且生成摘要。现在这个功能只支持英文，而且只能在电脑或者笔记本上使用，移动版还没有推出。当会议结束之后 ，AI 生成的笔记会自动保存到 Google 云端硬盘，你可以选择把它发送给其他人，或者直接添加到日历活动里面。这简直是一个会议神器，非常方便。然后是关于 OpenAI 的新进展，它真的有很多大招没有放出来。他们向联邦政府展示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模型，并且已经正在使用它来开发下一个模型，用 AI 来开发 AI， 这就很猛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其实 OpenAI 一直在秘密研发一个全新的 AI 模型，最初的代号叫 QAR， 后来改了名字叫草莓。这个新模型在逻辑推理方面非常出色，特别是处理那些传统 AI 很难解决的复杂任务和数学问题，可以说是游刃有余。最近 Altman 在 Twitter 上发了关于草莓的照片，
随着更多内幕逐渐曝光，看起来他已经把草莓模型展示给了联邦政府，这意味着政府高层已经提前知道了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变化。如果奥特曼和联邦政府紧密合作的话，未来的一些法律和政策可能会因为这个模型而改变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正在用草莓模型生成合成数据，也就是由 AI 自己生成的数据，然后用这些数据来训练下一个前沿模型 Orion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可能不再依赖传统的互联网数据，而是通过草莓生成的新数据来训练 Orion 模型。乍一听，可能草莓并不是速度最快的，但它的优势在于处理复杂的推理和逻辑问题。当你给它输入数据时，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输出结果。不过 OpenAI 正在研究一种叫蒸馏的技术，这种技术可以简化和缩小模型的规模，让它的响应速度更快，就像你希望从 ChatGPT 这样的 AI 工具中获得的即时反馈是一样的。我个人认为草莓可能不会公开发布，它作为 OpenAI 的幕后工具，用于生成新数据，然后这些数据用来训练 OpenAI 的新模型，比如 ChatGPT 未来的基础模型，像 Orion 这样的模型会不断更新，然后草莓模型会持续提供新的训练数据，这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循环机制。当然，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猜测，官方放出来的消息很有限。不过，通过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AI 会不会变得更加聪明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验证。接下来是关于马斯克的。马斯克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数据中心，这个数据中心叫做 Cortex， 就在特斯拉的奥斯汀总部。这个数据中心设计是为了训练那些新型的大型 AI 模型，未来可能会用于推理和其他实际应用。马斯克还在这里做了一个20秒的短视频，带大家参观了一下里面的设施。从规模上看，他们正在建立的这个系统简直巨大。如果你是 X 的用户，有在用 Grok 2的话，可能察觉到最近几天它好像变快了。我们的感觉也不是错觉。Grok 2的2个版本 Grok 2和 Grok 2 Mini，Grok 2 Mini 功能会弱一点，但速度更快一些，提高了分析信息和输出回复的速度。XAI 的开发人员发布了一条动态，说明了这次提速背后的原因。Grok 2 Mini 迎来了一次大的升级，现在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有2倍。这次速度的提升归功于开发团队重新编写了整个推理对战，不仅让模型速度更快，准确性也有所提升了。所以如果你是 S 的高级会员， Grok 使用体验应该会好很多。总之，努力没有白费，老板马斯克都来发文表扬了。另外，最近还有一些关于 AI 监管的消息，马斯克公开支持了 SB1047 法案，其实也不意外。马斯克以前曾经警告过 AI 失控的危险，这个法案主要是为了解决如果 AI 模型被人用来做坏事，那么除了使用者之外，开发这个模型的 AI 公司也要承担一些责任。随着法案的几次修改，措辞已经变得更加宽松，现在看起来它很可能会通过。现在的版本实际上是减少了对 AI 公司所要承担的责任。以现在阶段 AI 的发展来看，我觉得这个法案是弊大于利的。现在通过的话，法案不够完善，可能会过度监管，会拖慢创新的节奏，这也是存在争议的地方了。但也不至于像有些人说的那样，对那些 AI 公司造成什么灾难性的打击。当然，从长远来看，我们是支持监管的，因为 AI 公司在开发开源模型并且公开的时候，根本不知道这些模型会被人怎么使用。大家可以对它们进行迭代、修改、调整，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发。一旦开源模型流向了世界，就再也没有办法控制了。另外，还有一项加州的法案，它要求用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有水印。微软、OpenAI 和 Adobe 公司已经表示支持。其实大多数 AI 公司都是赞同的，就是要求在 AI 生成的图片、影片和音频片段的原数据中添加水印。
而且很多 AI 公司都已经这样做了。法案还要求大型在线平台，比如 X 或者 Instagram 等等，要以普通观众可以理解的方式标记 AI 生成的内容，就是要提醒观众，这是 AI 生成的内容，你要注意了。我个人也是赞同的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那些坏人利用 AI 来进行诈骗。之前也出现过各种 AI 诈骗技术。最近几天，阿里发布了一个叫 Qwen2 VR 的新开源模型，但它的特点是对各种分辨率的图像有最强的理解能力。现在很多模型都能做到，不过它能够理解图像里的中文，并且 Qwen2 VR 还能理解20分钟以上的长视频，然后根据视频的内容回答问题、对话和内容创作。这一点我觉得很厉害。比如他们展示的一些例子里面，这个模型能够精确的描述视频中的每一个元素，用户可以上传一段视频，然后询问视频内容，比如说2个宇航员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，这个模型就能回答他们穿的是蓝色和黑色的衣服。尽管只是很简单的回答，但体现出来的理解能力呢，确实很让人震惊。AI 领域在交互方面的进展真的非常快。就在几天前 ，Google 和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发布了一种新的 AI 模型 GAN Engine， 它可以实时生成1993年经典游戏《毁灭战士》的画面。这个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它是即时生成的游戏画面，也就是说，每当角色移动时，游戏的每一帧画面都是实时生成的。这里没有传统的游戏引擎在幕后运作了，弹药、健康值这些元素全都是即时生成的，非常厉害。测试员有时候都难以区分出来，那是实际游戏镜头还是 GAN Engine 生成的画面。这个系统可以充当游戏引擎，可能会为未来的实时游戏合成开辟新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。最近，来自 Playground AI 宣布推出了一款新的模型。Playground 我之前也出过一些教学影片，我推荐过给大家，觉得还是挺好用的。这次的新模型非常擅长设计图形，比如制作 T 恤图案、社交媒体帖子，甚至发明新的表情包等等。这款模型是基于他们的下一个图像基础模型 Playground V3， 当前处于测试阶段。从他们展示的一些例子来看，效果相当不错，看起来这些图像的质量都非常高。如果你对 AI 图像生成器感兴趣， Playground 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最近有一家叫 Magic 的公司成功研发出了一种能够处理惊人数量文本的技术，他们的系统竟然可以处理多达1亿个的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，相当于1000万行代码或者750部小说。20多个人的初创公司开发的代码语言模型 LTM 2 Million， 这意味着什么？这远远超出了以前的限制。AI 模型的运作方式从此可能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了。简单来说，你可以输入多达7500万个单词的内容，然后系统可以基于这些内容生成同样规模的回应。想象一下，你可以把整座图书馆的所有书籍都输入进去，然后问他任何一个关于这些书的问题，理论上他都能找到答案。以后呢，我们可能真的会实现无限上下文的交互。你可以把整套三体都输入到这个系统，然后提出有关书籍的任何问题， AI 可以轻松处理这么多信息，提供准确的答案。在整个科技界呢，是一个巨大的突破。目前 Magic 公司已经跟 Google 和 NVIDIA 达成了合作，未来他们会一起推动这项 AI 技术的发展。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整理的 AI 新动态，别忘了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精彩。希望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